大家好，我是元猫。今天这期视频，咱们聊一聊去欧洲旅行时该如何防盗。这可是个相当现实的问题，想必很多人都在网上看到过各种欧洲旅行被盗的经历分享。其实我自己也亲身在欧洲不同城市遭遇过被盗风险，所以今天我就来和大家好好唠唠这个话题。首先，咱们要打破一个认知误区，欧洲真的遍地都是小偷吗？所谓欧洲贼窝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那句不偷不是意大利，不抢不是法兰西，让不少打算去欧洲旅游的普通人心里直犯嘀咕。欧洲旅行真有那么可怕吗？不可否认，欧洲确实有一些城市小偷比较猖獗，比如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每年会发生上万起盗窃案，可破案率却低得可怜，只有个位数。在罗马，每天差不多有100起扒窃事件。米兰中央火车站附近，暴力抢劫的案件比以往增加了20%。我在巴塞罗那的兰布拉大道就亲眼目睹过一个华人被抢走一块价值不菲的手表，听起来确实让人心里一紧。不过呢，大部分盗窃案件都集中在热门景点、车站等人流量极大的地方，在普通街区，日常生活其实并没有那么夸张。伦敦是存在手机盗窃的情况，但也绝不是到处都是小偷。所以大家真没必要把欧洲想象成一个贼窝。去欧洲旅行，只要多留意一些，就能大大降低被盗风险。那为什么欧洲会成为小偷频繁出没的地方呢？这背后有几个原因。其一，欧洲各国之间没有边境检查，小偷可以轻松跨境流窜。其二，部分移民和低收入人群可能为了生计而选择偷窃，在一些国家，当地人会提醒你小心罗姆人，也就是吉普赛人。但就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小偷各种肤色的都有，不见得就不是白人。而且这些小偷一旦被抓，处罚往往很轻，通常就是罚点款或者关上几天就又放出来了。这犯罪成本这么低，再加上部分旅游行业的从业人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导致整个环境比较适合犯罪活动滋生。不过呢，我亲身经历过之后发现，欧洲的小偷主要是冲着游客的财物去的，一般不会伤害人身安全。因为如果没有造成人身伤害，对小偷的处罚相对较轻，但一旦造成人身伤害，处罚立刻就会变得非常严重，量刑标准会显著提高。这也提醒我们游客，去欧洲旅行最重要的就是不要露富。很多人一提到去欧洲旅行，就特别担心自己会被偷。其实我们只要调整一些日常行为，就能大大降低被盗风险。绝大多数盗窃都属于机会犯罪，是小偷临时起意的。咱们提高警惕，像贵重物品不要离身，最好别戴太贵重的首饰、手表，包要拉好扣好，选择正规的住宿和交通方式，尽量避免走夜间的偏僻路线，这样就能规避掉大部分风险。有经验的旅行者基本不会丢东西，甚至不会被小偷盯上。地铁和火车站附近尤其需要我们小心。就拿巴黎来说，地铁和电车是扒手最活跃的地方，他们专挑热门线路和人流高峰时间下手，那个时候人多的像打仗一样，他们很容易得手。这些小偷一般都是有组织的团伙，分工明确，有时候他们会故意制造混乱来分散你的注意力，比如派个小孩来撞你一下，同伙就趁机下手。他们还会专门挑看起来像游客的人，像亚洲面孔或者拿着大相机的人，他们会格外留意，甚至会光天化日之下直接抢走你的东西，得手后马上把东西转交给另一个人，让你根本追不回来。巴黎本地人对街头盗窃都见怪不怪了，他们自己会很小心，走路走得快，包也死死抓在手里，很少去看热闹或者多管闲事。这也意味着游客要是遇到问题，很难从当地人那里得到帮助。而且公交车或者旅行社一般都让你自己负责贵重物品，要是遗失或者被盗，就算报了警，效率也非常低。欧洲的小偷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小城市反而更安全，并且当地人通常不会主动帮助被偷的人。我在罗马地铁上就有过这样的经历，突然感觉背后有人在摸我的包，回头一看，车厢里的人该看手机的看手机，该看书的看书，没有一个人有反应。这总不能说一车厢都是小偷吧？这也说明当地人一般都不会多管闲事，我们得自己小心。而且这些小偷往往不是单打独斗，很可能背后是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犯罪网络，他们是有目标的盯着你，所以我们自己的警惕性和防护措施就显得尤为关键。当地人都很低调警觉，我们作为游客千万不要露富或者表现得很外行。当然也有一些敢于提醒小偷的人，他们其实也是冒着一定风险的，所以更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要小心，别被小偷盯上。那具体有哪些防盗措施呢？主要可以从3个方面着手。出行前
我们要把护照、签证等重要证件扫描好，上传到云端，同时带上复印件，准备一些隐形腰包或者带密码锁的背包等小装备。旅途中，现金和卡要分开放，在人多的地方把包背在前面，或者用双手护住包，别太招摇。咱们中国人喜欢背名包、戴名表，但在欧洲旅游时，这样很容易被小偷锁定目标，而且玩得开心时，我们可能就会放松警惕。要是有人上来搭讪，一定要特别警觉，别让他们有可乘之机。遇到突发事件后，我们要有应急方案，提前备份好证件，记好当地的报警电话，必要时要懂得舍弃一些财物来保证自己的安全。虽说小偷一般不伤人，但有时候破财消灾也是没办法的事。那么去欧洲旅行时，怎样既能防止被盗，又能玩得尽兴呢？其实关键就是不要露富，保证好证件等重要物品的安全，基本就不用太担心。选择穷游的话，小偷一般不会盯上你，毕竟他们团体作案也是有成本的。作为普通人，咱们不用把防盗这件事当成太大的负担，在热闹景点稍微盯紧自己的东西，别去偏僻小巷子，基本就没什么危险。和朋友一起去时，大家可以轮流看东西，这和在国内旅游其实没太大区别。别老是觉得时刻都要防备着小偷。欧洲虽然存在小偷小摸的问题，但它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特别值得一游。而且说实话，南欧、东欧很多地方的消费水平和国内大城市比起来已经不算贵了。欧洲的小偷小摸只是旅游中的小插曲，它丰富的历史遗迹、多元的文化景观等核心旅游价值可一点都没被掩盖。像西班牙的阳光海岸、克罗地亚的小众海岛，还有捷克的中世纪老城，既能让我们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日常消费又和国内一线城市持平甚至更低，对预算有限的旅行者来说很友好。其实绝大多数欧洲城市的居民区连国内随处可见的防盗窗都没有，也不封阳台，所以真没必要把欧洲想象成贼窝。好了，今天关于欧洲旅行防盗的策略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其实归根结底就是要提前做好准备，不要露富，在火车站、地铁等地方提高警觉，避免夜晚出行和去偏僻小巷，做到这些，大家就可以放心享受欧洲之旅了。